是给陈将军比较合适。上官玉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三皇子听罢也站出来，儿臣也是这个理。皇上不语地看了他们一眼，又看了陈将军一眼，仿佛陷入了沉思。皇后面露喜色，保养得当的脸上为两人没有争抢之心而平添一分舒坦。我也松了一口气，不管上官玉和三皇子这番话是否出自真心，都又给了皇上一个好印象。皇上想了一会儿，点头道：玉儿说得对，自古以来奖赏都是给功劳最多的人，就跟打仗一样，总是奖赏胜仗多者，而不是奖赏难得打出一个精彩战役的将士。皇上一句话居然能让狩猎和打仗连在一起，我不由得心下佩服。上官玉抬起头淡然一笑，目光与我触及，愣了一下，而后飞快地转开。我心中暗笑，大概是我刚才瞪他瞪得厉害了，他都不敢看我了。皇上最终将如意赏给了陈将军，下面自然是一幅臣子叩谢君王的场面。几个妃子的表情仿佛都松了一口气，我暗暗好笑，他们恐怕是看到皇上没将如意赏给上官玉和三皇子而感到庆幸吧。殊不知，皇上虽然没把如意赏给他们，可是却在心里大大的给了他们加了分。这笔如意到底赏给了谁已经不重要了。陈将军领了赏谢了恩，其他官员纷纷跟着山呼皇上英明。皇上的虚荣心的得到极大的满足，当晚将白天猎到的猎物宴请全臣，大家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我不胜酒力的喝了一小杯，回到房里倒头就睡，大概是昨晚没睡好，再加上一天太累了，一夜睡得很沉，以至于隔壁有没有传来加班加点的声音也完全没有印象。第12章赏赐3。翌日一大早，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洒进来，照在我温暖的床上。我从睡梦中苏醒，大大的伸了个懒腰，极其舒服的对着空气喊了一句早上好，坐起来正准备穿衣。小姐，你醒了，奴婢服侍你更衣。正当我拿起第一件衣服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一下子冒出来几个丫头，哗啦啦站成一排，说是要帮我更衣。我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叫了一声，拉起床上的被子，以极快的速度裹在身上。因为我睡觉有个习惯，喜欢只穿内衣睡，所以现在我身上只有一件刚刚够遮盖重要部位的亵衣，只至于这些丫头怎么会出现，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身为现代人，我并不习惯被人服侍，更何况别人在你面前自称奴婢奴婢的。但自从2年前穿了过来，我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适应古代的生活。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对府里的丫头说过，没有我的吩咐，不要私自进我的房间。所以我睡觉的时候，丫头都不在屋里待着。至于这些我不认识的丫头怎么会突然冲进来，我有些莫名其妙。你们是？我警惕地看着他们。奴婢是宫里特地派来照顾小姐的。宫里的？怪不得我一个都不认识呢。我放松了警惕，那他们不知道我的规矩也就不习惯了。只是我有自己的丫头，干嘛还要宫里的丫头照顾我？我摆摆手，你们先去给我准备洗漱的东西吧，我穿好了就来。小姐他们听我这么说，扑通一声全跪下了。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们，为首的一个丫头更是泫然欲泣地跪在地上，可怜地求道：小姐开开恩吧，奴婢们要是做错了什么，您尽管打骂就是，不要撵奴婢，奴婢求求你了。咦，他们这是什么跟什么呀？我没说他们什么呀，怎么突然说我要撵他们？你们快起来，我没有要撵你们。我急忙俯下身扶他们，谁知他们更加害怕了，不停地朝我磕头，哭着求我别这样。我有点吓到了，要是他们这样哭下去，人家还我以为我欺负他们了呢。虽然我作为主子，即使打他们也不为过，但是作为现代人人人平等的思想，我还是不能接受。我盯着他们看了半晌，回想了一下刚才说的话，忽然明白过来，莫非是我不要他们服侍穿衣，让他们去准备洗漱用品，让他们误会了。天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能被他们想成这样，这宫里的人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你们都起来吧，我没有要撵你们。我放软口气，只是我想自己穿衣服，你们帮我去弄洗漱用品，这样时间可以快一点，
我不喜欢穿完衣服还不能漱口，我只能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丫头们一听破涕为笑，连忙站起来，一半人去准备洗漱用品了，另一半人凑过来，笑眯眯地说：“小姐不用担心，奴婢们可以帮小姐穿好衣服的同时端来漱口水，您就放心吧。”说完不由分说，几个人拿起床边的衣服，一左一右左右开弓，把我的衣服3下5除2的就穿上了。第13章露馅。你们，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拒绝的话根本来不及说不出口。另外几个丫头已经把洗漱用品端到我的面前了。小姐，请漱口。小姐，请洗脸。接过他们的东西，我终于明白，要是有这么有效率的丫头在面前，那我也就奢靡一回，找个丫头服侍服侍。被人服侍的感觉不是一般的好哎。梳洗完一切，我开始编绳子。昨天又是打猎又是庆祝的，大家都累了，所以皇上下旨宣布今天休息。我乐得逍遥，决定编了绳子跟宫女们玩跳大绳。好久不玩这个充满童趣的游戏了，真是非常怀念。因为这里没有现成的那种跳大绳的绳子，所以我决定用麻绳，但是不能太粗，所以我要解掉一半。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宫女不解地问我。我朝她一笑，待会带你们玩个游戏。宫女不明所以地看了我一会，眼中充满疑惑。相反的，我自己府里的丫头则平常许多，大概她们已经见惯了不走寻常路的我，所以对我时不时冒出来的奇思妙想见怪不怪，各归各地做着自己的事，只等我喊他们的时候，他们再过来。大约1炷香的时间，我解完了绳子，招手让宫女们过来。宫女们立刻很听话地聚集到我身边，我满意的一笑，开始教他们不务正业。大家以前都跳过绳吧？今天我给大家玩个升级版的，叫跳大绳。我一边说着，一边将绳子放到其中2个宫女手里，告诉他们，就是你们2个晃绳，其他人排着队从这里跳过去，然后再从另一边再跳回来，中间不可以间断。我给他们示范了一遍，要是谁慢了，那就算出局了，只能在旁边看了，要等我们跳完一轮，才可以再进来，都听明白了吗？宫女们面面相觑地看了2眼，倒是只有我府里的丫头们声音洪亮地回答一句，明白了。怎么，没听明白吗？我自认说的蛮请出来，也示范给他们看了，应该不会不明白哎。不是的，小姐。刚才为首向我哭求的领头宫女再次出列，奴婢们来服侍小姐的，怎么可以和小姐玩在一处呢？要是被总管看到了，奴婢们都要受罚的。哦，原来他们担心的是这个呀，我几乎都没想到。好的，没关系的，是我让你们跟我一起玩的，要是被人看到，我替你们说。这么大好的阳光，不玩不是浪费了吗？我强烈鼓动他们放下顾虑，跟我一起跳大绳。宫女们被我说的有些心动，明知今天皇上放大家的假，是不会有人来的，但是碍于宫中规矩，还是不敢答应。我府里的丫头被我宠惯了，看我说了半天，她们还在扭扭捏捏的，有些不耐烦道，不过就是跳个绳吗？这么扭扭捏捏，在宫里能有什么造化？翠儿我见丫头说的太过分，不想惹是生非，遂喝住了说话不经大脑的翠儿。翠儿被吓了一跳，抖抖擞嗖地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去，不敢再说什么。我叹了口气，只好又拍拍她的肩安抚她。真是怎么回事啊？恶人要我做，好人也要我做。好了，真的没关系，我保证大家没有事。如果宫里要是罚你们，我就把你们全部讨到我的府里来，怎么样？这样的条件，你们总该动心了吧？我看到他们互相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其中几个微微点了下头。我心里一松，看来他们是同意了。领头宫女朝我俯下身，小姐既然这么说了，奴婢们要是再不同意，就太不识抬举了。奴婢们这次就是豁出性命也要陪小姐玩，只要小姐高兴。第13章露馅2，呵呵，这丫头还真会说话啊！豁出性命陪我玩，我都答应他们，一旦有事，绝对保他们安全。他们还有什么性命之忧，需要豁出性命的？我在心里暗暗冷笑，不过并没有表现在脸上，而是露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做戏谁不会啊？2个宫女开始晃绳子，
我们其他人排成一队。因为刚开始玩，他们都还不太熟悉，所以我减慢了速度。等到10来分钟后，他们都熟悉规律了，我便要求大家加快速度。随着绳子一次次的晃动，我一次次的越过高高的麻绳，仿佛一只轻盈的蝴蝶，翩飞在蔚蓝的天空中。宫女们从没如此随心所欲的玩过，所以今天没有人约束，玩得分外开心。阳光晴朗地照在掉了一半的树枝上，明晃晃地照得人刺眼。晶莹汗水从额头上冒出，我随手擦了一下，继续招呼大家跳，不要断。偶尔有1、2个宫女因为慢半拍而出局，我感觉还好，大家的领悟能力都蛮强。出局的宫女犹自意犹未尽地站在旁边看我们跳，时不时地因为我精彩的跳跃而欢呼：小姐好厉害！小姐好棒！我几乎要笑出来，这又不是跳马，能有什么厉害的？这马屁未免拍得太蹩脚了吧？我朝他们摇了摇手，这个简单，你们多跳2次也会会的。谁知宫女们并不说话，而是眼睛一起看向我的身后。我愣了一下，随即感觉到一道视线凝固在我的身上。我立即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好像被别人人赃俱获地抓住。我缓慢地回过头去，看见一身华服、一脸不可思议的上官玉站在我身后。漆黑的眸子仿若一壶玄坛，一动不动地落在我的身上。阳光从他的身上落下，照在他华丽的衣服上，泛起点点耀眼的光芒，显得高贵而淡泊。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他收回落在我身上的视线，朝我走近2步，不答反问：你还蛮会逍遥的吗？居然和宫女跳起了绳？他的口气很平淡，偏偏在宫女2个字上咬得很重。我身边所有的宫女都被他吓得一抖，哗啦哗啦一阵衣服的摩擦声后，全都在我还未开口之前跪了下来。见此情景，我有些恨铁不成地看着他们，你们也太没用了吧！我看着瞬间全部跪下的宫女，气得狠狠跺了跺脚，他们也太胆小了吧！我不是说过会保护他们的吗？至于被上官玉的一句话吓成这样，直接甩了我跪下求饶吗？宫女们抖抖擞嗖地跪在地上，不敢说话，头低得快要磕到地面上去了。他们跟大地的关系这么好吗？都想亲吻大地？我翻了翻白眼，抬头恰好看到上官玉含笑看着我的样子，立刻被我一个瞪视丢过去。我被大家统一背叛，他很高兴吗？笑得这么乐，也不怕乐极生悲。上官玉对于我的白眼无动于衷，他走到我身边，细细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结结巴巴地问：你看着我干嘛？他没有说话，忽然抬起手。我正纳闷他想干什么，下一秒我便知道了。堂堂大楚国的太子，居然给我示汉。只见他抬起他的右手，轻柔地抚上我的额头，眼中闪烁着温和的光芒，口气带着显而易见的宠溺：看你一头的汗。我被惊得呆住了，根本无法反应，硬是愣愣地看着他给我拭去一头的汗，末了还轻抚了下我的脸，柔声道：秋天的太阳虽然不毒，可是也不可玩得太疯，一旦冷热太大，寒气入体，容易感冒。我近乎呆滞地看着上官玉近在咫尺的俊脸，完全忘了他与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真真实实的男人，只感觉自己的呼吸逐渐加重，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像一把小锤子一样，一下一下地敲击在我的心上，让我心跳加速，脸上也犹如着了火般，热辣辣的。第13章露馅3。上官玉明显看到了我红彤彤的脸，眸中涌出惊喜，神色更加温柔地看向我。我被他看得越发慌乱，只能调转视线，转移气氛道：你看他们被你吓的，都怪你。这话多少有些撒娇的意味，但是当时急于转换气氛的我根本没发现。上官玉闻言一愣，随即脸上的笑意更浓，他看一眼跪在地上的宫女们，才慢声道：我说你也不该怪我。我抬起头，不置可否地眨眨眼，示意不太明白。他看了我一眼，继续解释道：要是他们看到正主都还不害怕，那就不是奴才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口气轻松自然，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这是什么态度？说他们天生奴才命吗？
这些丫头也真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跪在地上没有一个感动的，好像只有我认为他们不该天生被称作奴才一样。上官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你不要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口气说话。我瞪了他一眼，又加上一句，我最讨厌这种人了。上官玉的脸色猛地一变，他的黑眸灼灼地盯住我，仿佛要把我看出个洞一样，说出话的仿佛从牙齿缝里挤出来，恶狠狠的，你说什么？你讨厌我？天，这小子又在断章取义了。我撇了撇嘴，刚想解释，谁知这一幕也被他看在眼里，他猛地抓住我的肩，激动地叫起来，你真的讨厌我？真的？哎呦，这莽撞的小子捏得我好痛，我不禁皱了皱眉，强忍下他的粗鲁，好声好气地解释道，我不是讨厌你，只是讨厌你这种说人家是奴才的口气。讨厌我的口气就是讨厌我，我不许你这样。他仿佛小孩子闹脾气一样，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跟我耍起了赖，捏在我肩上的力道越发的重，都快要把我的肩膀捏碎了。这小子想让我残疾啊！我龇牙咧嘴地瞪着他，他却不管不顾，任性地盯着我，仿佛我不把话收回去，他就不放手一样。天啊，他可是一国的太子，怎么就这么蛮不讲理地发起脾气来了？我无可奈何，只能再次跟他解释道，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只要你不要看不起下人，我是不会讨厌你的。随着我的话，上官玉钳制在我肩上的手慢慢松开了，他的眼眸一错不错地盯着我的眼睛，仿佛不认识我一样，说出的话让我吃惊，你真的是顾丞相的女儿顾彩月吗？他们不过是些奴才，我们上官家的奴才，用得着你一个千金大小姐这么帮他们说话吗？丞相家的大小姐是不会体会到下层人民的辛苦的吧？锦衣玉食的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上官玉的话给了我提醒，我的心中猛地一跳，对呀，在家备受宠爱的千金大小姐怎么会体会到作为生活在下层人民的辛苦与困难？我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太不符合身份了？要是这话传到了我丞相老爹的耳朵里，恐怕以前没有怀疑过我的来历，现在也会怀疑了吧？想到这，我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也顾不得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拉起上官玉的手就往我房间里冲。我得先避开这些丫头们，只要上官玉把这个想法压下去，这些丫头们就不敢说出去，即使真的有人说出去，上官玉也可以说他们是嚼舌根，毕竟太子的话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首先的目的就是先搞定上官玉再说。第14章邀请。上官玉被我一路拉进房间，又看见我随手关上了房门，在确定外面没有人偷听后才转过身看他。他满脸惊奇地看着我，脸色微微有些发红，又有些不明白，你这是干什么？我好笑地瞥了他一眼，他紧张干什么？孤男寡女的，要紧张也是我紧张，难不成我还会非礼了他？我朝他走近2步，眼含悲伤地看着他，开始演戏。我们认识也不短的时间了，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居然觉得我不是顾丞相的女儿？我如此对你，难道你都感觉不出来吗？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伤害我？一番话说完，黑眸盈起泪水，视线变得模糊，不过我的心里没有一点难过，反而感觉自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怎么可以这么肉麻？这话酸死了。上官玉不解的脸上先是露出惊讶，随后看见我浮起的泪水慌了神，忙伸过手来扶我。我推开他的手，不让他碰。他讪讪地缩了手，喃喃喊着我的名字，月儿。我不睬他，赌气地扭过头，你不是觉得我不是顾彩月吗？不要叫我月儿。他震了一下，忽然意识到刚才的话真真实实地伤了我，现在想道歉想安慰我，我又不睬他，只好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毕竟他也才是一个16岁的男孩，从小被别人捧着宝贝着，怎么会知道怎么去道歉，怎么去安慰别人？沉默了半晌，他才再次小心翼翼地拉了拉我的衣角。这次我没有拍开他的手，因为拒绝的时间到了，该听听他说什么了，总不能一直拒绝他，那我搞定他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月儿，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他吐出一句，见我没什么反应，
又接着说下去，只是你突然说出这么成熟的话，让我吃惊。即使是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些奴才跟我们是平等的，似乎我们的观念中从没有这一条。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个问题好锐利。面对上官玉的疑问，我暗暗吞了吞口水，绝对不可以露马脚。这个问题看似再疑惑，其实未尝不是一种试探。他这么聪明的人，即使对我有好感，但若是发现我是假冒的顾家千金，说不定也会和老爹一样，大义灭亲。这个吗？我悠悠地叹了口气。自从那次从亭子摔下来醒来后，我就发现生命很宝贵。每个人都会死，都会病，都会伤心，都会难过。不管我们现在的地位多么高贵，最后一样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人生来不都是平等的吗？大家都要经历一样的事。这番话也许对于上官玉来说可能又太成熟了，可是对于死过一回的顾彩月，也许真的能悟出生命的意义。所以这番话既可以说有些太成熟了，也可以说在情理之中。上官玉不语地看着我，眸中星光闪闪，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虽然你说的有理，可是我们跟他们的身份毕竟还是不同的。如果说都平等，那这个大楚还要什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我知道，我不能妄想我的几句话就可以改变他的观念，毕竟他的思想从他出生起就被灌注，他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是高贵的。我的这些话不被他认为是谬论就已经很不错了，想要他理解并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说的也对，是我疏忽了，对不起。我决定先不跟他继续洗脑下去了，毕竟我现在是要先打消他对我的疑虑。第14章邀请2，月儿，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是我不该先怀疑你。你经过一次生死考验，看穿些什么，说出些什么不一样的话，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该气昏了头，对你产生怀疑，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会再怀疑你了，你就是顾彩月。我所认识的顾彩月。上官玉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一遍遍地告诉我他不会再怀疑我了。我嘴上虽然不答他的话，眼睛却是紧紧地盯在他脸上，仔仔细细地看着他的表情，直到确定他的确真的已经相信了我的话，没有任何作假，才点点头，对他露出一个他期待已久的笑容。我相信你，相信你是我认识的上官玉。他笑了，看着我的笑容笑了起来。我知道他的疑惑消除了。笑罢，我正了正神色，疑惑地问：今天皇上不是让大家休息吗？你怎么来了？闻言，他神色一亮，随即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明天父皇要举行一个比赛，可以让我们各自找一个搭档一起狩猎，我想邀请你。举行比赛？就是皇后昨天跟我说的那个狩猎比赛吗？他不是说谁猎得多谁就可以得到皇上的特殊奖赏吗？我一个完全不会狩猎的人，他叫上我毫无帮助啊，为什么要叫上我？我根本不会狩猎，却只会拖累你。我实话实说，谁知他好像早已知道了一般，根本没有任何惊讶，脸上反而泛出可疑的红晕，声音也低了下去。我邀请你去，不是为了比赛，只是想陪你出去玩玩，我也不需要奖赏，只要你能开心就可以了。他的话让我彻底怔住了，我根本不能反应地看着他。不是为了比赛，只是想陪我出去玩玩，不要奖赏，只要我能开心。上官玉，我究竟何德何能，能让你付出这么多关心？我该如何报答你长久以来给我的一切？你怎么了？难道不愿意？见我半晌没有说话，他有些不安地问我。我回了神，看着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忙连连点头，愿意愿意，是我太高兴了，都忘了回答你了。我的话让他的眸子一瞬间又亮了起来，他开心的大笑，好像一个孩子得到了愿望般满足。我忽然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他的快乐是那么简单，只是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他这么高兴，我以后是不是该多多给他这种高兴呢？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4时我来接你。好。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忽然非常期待起明天的狩猎来。上官玉，就算明天我不能帮你猎到什么，也要让你开心。秋风吹起一地的落叶，天刚蒙蒙亮，我就已经醒了，
可能是知道今天要跟上官玉去狩猎的消息，昨天一晚上我都睡得很浅，脑中不停地想着今天狩猎的情景。大约卯时末，我再也躺不住了，径自从床上爬起来，把丫头们吃了一惊。小姐，你怎么起来了？时辰还早，再睡一会吧。我的贴身丫头红儿劝我。我摇摇头，不了，睡不着了，还是帮我洗漱吧。红儿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事睡不着，也不能多问，索性乖巧地出去替我准备洗漱用品。洗漱完毕，红儿去布置早餐，翠儿照常开始给我梳头。不用梳髻了，就帮我扎个辫子吧。正准备给我梳头的翠儿一愣，奇怪地看着我，小姐怎么就扎个辫子呢？还是梳髻好看哎。第14章邀请3。今天我要跟太子去狩猎，梳得太繁复了，戴在头上怪重的，还是辫子轻松。我撇了撇嘴，对于古代的发髻真是既爱又恨。这些发髻好看是好看，就是东西太多。记得我第一次对娘亲进宫去给皇后贺寿梳的那个头，头上不下戴了3根簪子，数朵花簪，还有一些宝石，压得我脖子酸痛，还不敢乱动，生怕幅度太大了，晃得头上叮咚作响。翠儿听见我要跟上官玉去狩猎，先是一愣，随后面露喜色，不再纠缠于我梳不梳发髻的问题，迅速给我扎了个辫子，高兴道：小姐要跟太子去狩猎？我嗯了一声，算作回答。翠儿眼珠子咕噜噜乱转，想了一会儿又说：小姐扎了个辫子，显得英姿勃发，待会跟太子去狩猎，一定会身手矫健，猎得最多猎物的。这丫头嘴巴甜得甚密，不过恐怕拍错了马屁吧，她大概不知道我不会狩猎吧。我对着镜子仔细看了一下马尾，觉得非常满意，清爽简单，又不难看。不错，翠儿的手越来越巧了。我夸了一句，翠儿脸上一喜，忙开口谢我。我莞尔一笑，又加上一句：不过你刚才说错了，我不会狩猎哦。翠儿来不及收起的笑容顿时僵在那里，形成一个似笑又非笑的表情，异常滑稽。我看得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优雅地转过身，往外厅走去。小姐背后传来翠儿恼羞以及跺脚的声音，我唇边的笑容更盛，最后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出来。这里的古人一个比一个有趣。什么事让我家玉儿这么高兴？一个声音自门外传来，正是我2日未见的老爹。因为我住在妃嫔的院子里，老爹不太方便来看我，所以在今天是皇上安排的比赛日里才能进来看我。因为今天比赛不论尊卑，不论男女都可以参加，所以自然有人来邀请皇妃参赛，老爹能进来也就不足为怪了。我立刻跑出去迎接，嘴里真心诚意地叫了一声爹。哦，我的乖女儿。老爹朗声答应着，映着阳光的脸显得分外刚毅。我跑过去搂住他的手臂，与他一起朝我的行宫走去。爹爹起得好早。我顺口说了一句，老爹一笑，自然而然地接口，人老了，自然早睡早起。我扬了扬唇，老爹有几个孩子，我是在来到这里大半年之后才知道的。我的娘亲，也就是老爹的嫡妻，的确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可是因为娘没有儿子，所以从爹的小妾里过继了一个儿子。那个小妾生儿子难产死了，爹就让他过继成了我娘亲的儿子。那个我所谓的亲哥哥顾晨义比我大3岁，正在军队里历练，2年不曾回家，我也没见过他。另外，老爹还有一个儿子顾晨瑞，比我大2岁，是上官玉的伴读，经常在宫里，回家后也是直接到他娘那里去，2年之内与我见面的次数不超过10次，说话更不超过5次，所以也没什么深交。可以说，我在老爹心里是唯一一个宠爱的孩子，可惜我不是男儿身，不然就可以跟上一起上朝为官了。爹爹来有什么事吗？我亲热地挽着他的手，与他一同走进我的行宫。第15章束缚。老爹笑了笑，笑容异常高兴。我听说太子邀请你参加今天的比赛，好像还答应了你什么不要奖赏，只有你高兴之类的话。咦，老爹怎么连这个也知道了？当时上官玉说这话时，只有我跟他在场，难道是上官玉跟他说的？不可能啊，那小子怎么会把这种话告诉老爹呢？
难道是有人偷听我们说话？可是我明明看见外面没有人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又不好问老爹，只能故作害羞地低下头去，扭捏道：爹爹说什么呢？怎么笑话起女儿来了？老爹无语，拍拍我的手，慈祥地看着我，爹没有笑你，只是替你高兴。我眨了眨眼，在心里暗笑，要不是我知道他听到了上官玉跟我的话，我真的会以为他是一个一心为女儿高兴的爹呢。这么看来，他来跟我说这番话，应该是有原因的吧。老爹在椅子上坐下，接着说道：太子能邀请你跟他一起狩猎是你的荣幸，虽然他说了只要你高兴不要奖赏之类的话，可他终究是太子，面子还是要的。爹知道你打猎不行，那你就尽量不要妨碍到他，能让他多打一些是一些，只要最后不要太难看就行，这样皇上面前也好交代。皇上，我骤然听到这个词，脑中轰隆一声。对了，老爹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跑来跟我说这些话呢？肯定是皇上知道了上官玉的话，让老爹过来跟我旁敲侧击的。想我应该能明白他的意思。皇上，绝对是的。这样老爹知道上官玉的这些话就说得通了。我的脸上因为突然想通的问题一连三变，老爹紧紧地盯着我的变化，眼中金光不断闪烁。呵呵，这样的皇家，儿子想讨儿媳妇开心，公公还要干涉，顾及面子，还要亲家过来说衬。上官玉呀，上官玉，我到底要不要嫁给你呢？嫁给你我会不会不快活，不自由呢？我深深呼出口气，强压下心底的情绪，做出一副大家闺秀应有的风范，低头垂眸，声音柔顺：爹爹的话女儿明白了，一定不会让太子和皇上难堪的。老爹点头微笑，我就知道我家玉儿聪明，爹爹这就放心了。我不语再跟老爹谈起皇上的事情，遂岔开话题道：爹爹还没吃早饭吧？不如在我这一起吃吧。老爹摇摇头，不行，你这里是妃嫔的品级，外臣不可同时，爹还是回自己那里去吃。爹，我拉住老爹要走的衣袖，不满道：我都已经答应皇上的条件了，而且嫁给他们的儿子还有这么多规矩，难道现在连我跟自己的爹一起吃个饭都不行了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为他们上官家牺牲这么多？玉儿，不可胡说！老爹急忙打断口无遮拦的我，把我吓得一激灵，将没说完的话硬生生地咽了下去，赌气道：那随便爹爹吃不吃了，女儿不强求。玉儿，老爹无奈地叫了我一声，我转过身不理他。老爹实在没办法，叹了口气，只好重新坐下来，吩咐门外丫头去把早饭端上来。他的话让我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一顿早饭虽然没有吃得特别开心，可也没有刚才那么郁闷了。第15章束缚2。吃完早饭，老爹又与我说了会话才离开。我见时辰还早，干坐着等上官玉很没劲，便拿起毛笔开始画画。这还别说，自从我来到这里被老爹逼着学画画后，画画技术大有长进。我的宫外有一棵大树，虽然不能算参天大树，可也有几十年树龄了。我第一天住进来就注意到了它了，只是来了之后非常忙，没有空好好欣赏。现在正好有1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可以给大树画幅画。秋天时节，叶子掉了大半，枯落落的枝干苍劲地映在秋天独有的萧条中，显得悲凉而又孤单。我让丫头研好墨，蘸了墨汁开始画。这树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也不难，要把大树苍劲的感觉画出来，需要好好揣摩。不过我的心思不在这，只是游戏之作罢了，所以动笔之前并没有去揣摩。我也不知道画了多久，忽闻身后传来呼吸声，心中一跳，下意识地丢掉手中的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右手朝后劈去。那人一把擒住我的手，调侃的语气随后传来：你谋杀亲夫哀，上官玉，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太过惊讶，根本没注意他的用词，我好像都没听见宫女禀报啊，他怎么就进来了？他放开我的手，拿起我扔在桌上的笔把玩，是你画的太认真，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都没发现，只好自己进来了。那你干嘛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后？我不满地追问。闻言他板了我一眼，
我想看看你在画什么，画得这么认真，要是再画哪个男人，我就把那个男人杀了。上官玉，我恶狠狠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笑起来，把笔放到砚台上，开个玩笑嘛，干嘛反应这么大？呼呼，气死我了，这小子每次不惹毛我不高兴哎。好了好了，我是来接你的，别生气了。他搂了搂我的肩，我瞪了他一眼，我跟他什么时候哥俩好了？他没注意到我的表情，自然而然地拉起我的手，催促道：快点走吧，你看看时辰，都晨13刻了。我嗯了一声，试着正了正他的手，发现他握得很紧，没有挣开，只好被他拉着朝集中的地方走去。不出我所料，各位皇子大臣已经有一半在场上了，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轻松。我看见老爹正跟一个大臣说话，没有看到我。上官玉拉着我朝皇子们的方向走去，几位皇子都朝他颔首问安，他点了点头，也礼貌地给他们回礼。玉儿，你跟太子妃一起狩猎？三皇子上官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显然他对上官玉邀请我跟他一起与别人比赛抱怀疑态度。上官玉仿佛早有准备的微微一笑，淡定地答道：我相信玉儿的能力。相信我的能力？我顿时满头黑线，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呢，你怎么相信我？上官晨上上下下打量了我2眼，露出一个不太相信的表情，牵了牵嘴角说：是吗？那太子妃真是深藏不露哎，呵呵，还好还好。上官玉紧了紧我的手，客气了2声。我听着他们2人的对话，简直要笑出来了，这也太那个什么了吧。第15章束缚3。客套过三皇子后，我跟上官玉来到他的位置上。我们大概站了没一会，皇上就带着皇后以及妃嫔从外面走来，然后就是自然而然的山呼万岁。礼毕，皇上心情很好，将大家早已知道的比赛规则又重复了一遍。大家低头答应。皇上朝我这里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在我的身上微微停留了一瞬。不过就是那么一瞬，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意图。他是在询问我，老爹跟我说的话都明白了吧？我垂眸低头，几乎不易察觉地点了下头。皇上的声音更加洪亮了起来，吩咐比赛即将开始。我接过太监递过来的缰绳，这是一匹棕色的马，看起来还比较温顺。上官玉让我不用怕，说这匹马是他亲自挑的，特别通人性，非常听话。我点点头，其实我一点不紧张，只是在思考着待会怎么在不妨碍他的情况下，自己也玩得尽兴。太监当的一声敲响锣鼓，我和上官玉各自背了几包剑，驾着马往草原走去。碧绿的草场，微风拂过，卷起片片波浪，好像蓝色的海洋，带领着我走入迷人的港湾。几只兔子从眼前飞快地掠过。上，我还来不及叫出上官玉的名字，只听见耳边嗖嗖几声风声，面前的几只兔子应声倒地。上官玉已经在我发现兔子之前拉弓搭箭，射到了兔子。这个速度快如闪电，我根本没有看见他是怎么拉弓搭箭，又是怎么瞄准兔子的。玉儿，晚上我给你烤兔肉吃好不好？他从地上捡起兔子，朝我挥了挥手，我的味蕾立刻蠢蠢欲动，野味啊！好，我朝他灿烂一笑，他回以一笑，将兔子交给身后的侍卫。我们继续驾马前行，越往里走，猎物越多，上官玉不停地拉弓搭箭，地上到处都是他射到的猎物。跟在我们身上的侍卫不停地捡，不一会儿就已经装了满满2麻袋。上官玉，你这射的都是兔子、野鸡什么的，你射一些麋鹿、野猪之类的吧，不然你射的再多，也都是小东西，跟其他人也是没法比的。我看上官玉半个时辰之内只是找一些小动物来射，有些不解，想起老爹的话，就劝他道。他摇了摇头，没关系，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要奖赏，射这些也只是为了好交差，总不能什么都不射的回去。你放心，我再射一些就不射了，多下来的时间我陪你骑马好不好？我邀你出来，并不是让你看我射猎。可是上官玉，好了，你不要说了，我决意已定，你再说我就要生气了。我想要劝说他的话，在他的这句话里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虽然他再一次重复了昨天跟我说的话，我听了既高兴又感动，可是老爹的话犹言在耳。虽然我昨天对老爹说了气话，可是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对于老爹的处境，我不得不关心。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实话实说，其实并不是我要你多打猎物的。我将昨天老爹跟我说的话复述给上官玉听，他听完有片刻没有说话，眸中星光闪闪，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与我四目相对，认真道：我知道了，你放心，有什么事我担着，别不连累到你。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他拉了拉我的马，一切由我负责，我想带你玩就带你玩，父皇管不到我。他的脾气又上来了，拉过我的马缰就走。我知道多说无益，他一旦打定主意，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我只好在中途想办法，让他尽量多打一些猎物了。第16章遇险。我们走到一片很开阔的地方，这里偶尔有一些石块堆积在一起，放眼望去，是一片比较可以用来骑马的地方。我本想就跟他在草原上学学骑马，这样看见猎物也可以让他打，可是他说草原上经常有动物跑过，会影响我的专心，所以特意带我来到这片青石场上，空旷平坦又没有动物，非常适宜练习。我的计划被他打破，心里着急，嘴上却说着他为我想得真周到。他淡淡一笑，眸中星光闪闪，好像知道我的言不由衷。我四处望了一下，发现这片场地虽空旷，可不远处就有一片树林，树林不算密，但是里面应该有猎物吧。我把希望寄托在那片林子里，不希望里面有什么珍贵的动物，只要让它打到一些鹿、狍子之类的就可以了。上官玉并不知道我的这番心思，他小心地牵着马，让马儿在场地慢跑。我没有心思管马跑得快还是慢，时间已经过去1个时辰，还有半个时辰比赛就结束了，我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我试图将马带到树林里去，他忙追上我，拉住我的缰绳，你干嘛啊？我让马儿自己跑。我睁着无辜的大眼睛，开始装天真。他听了直翻白眼，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你不知道要控制他呀，他会乱跑的，知不知道？不知道。知道。在上官玉近乎要杀人的目光里，我勉强变了意思，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不是说老马识途吗？我当他自己认识路的。顾彩月，上官玉咬牙切齿地瞪着我，估计要被我的天真逼疯了。他是新马，不是老马。哦，还好，他没有被我逼疯，承受力还不错。这个我不知道吗？不知者无罪，不知者无罪。我起头哈腰地对他笑着，他长叹一口气，对我毫无办法，只好把缰绳往他那边拉去。看来我还是先教教你怎么控制缰绳吧。什么？教我控制缰绳？我不要学这个呀，我只要往树林里去就可以了。上官玉，我们去那里好不好？我指了一下树林。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不解地问，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挺好的。天啊，我该怎么说？告诉他我骗他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狩猎吗？我简直快被他那种执着的精神弄得崩溃了。我很认真地想了一下，找了个比较恰当的借口，只是忘了现在的天气，我比较喜欢那里的树，很清凉。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你很热吗？我不热，我很毛。我真想冲他说这句，可是不行，我得尽量恳切，这样他跟我一起进去的几率才大。我只是喜欢那里的树，高大的树。什么怪习惯？他瞥了我一眼，低声嘀咕着，不过手上倒是开始将缰绳往树林那里转了。耶，计划成功！我高兴地想要拍手，见他还怀疑地看着我，忙正了正神色，跟着他的马一起走进树林。后面的侍卫以为我们要进林去狩猎，自然没有反对的。我跟着上官玉走进林子，林中的树果然如我所料，不是很密，但是非常高，一排排矗立在那里，挡住了天，挡住了云，天空似乎也有些灰暗下来了，风吹过林间，发出呼呼的声音。玉儿，别往里走了，感觉有些奇怪。上官玉与我大约走了10分钟的路，开始阻止我。我谨慎地看着他，难道是他发现了我的目的吗？
不可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直接拆穿我，让我回去就得了，怎么会说出感觉有些奇怪这样的话？难道是有野兽出没？第16章遇险2上官玉，我们再往里走一些吗？我真的好喜欢这里。开什么玩笑，一个猎物都没看到，现在要我回去，岂不是将我好不容易将他骗进来的心血全白费了？我从来没有对他的撒娇让他犹豫了一下，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前方的树林，沉思了片刻，挥手让侍卫们走到我的四周，你们在周围保护着顾小姐，绝不可让她陷入危险之中，若她伤及一根毫毛，你们后果自负。是，臣等遵命。几个侍卫愣也不愣的就低头受命，上官玉的话就像是铁令，他们没有任何迟疑的应命，而我几乎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后果自负，上官玉最后的4个字在我耳边回荡。后果自负，后果自负。上官玉，我没想到我要进树林，居然要背负好几个人的性命，不由得开口。这后果自负4个字听起来虽然简单，可是我知道，要是我出了事，上官玉绝不会放过他们，甚至还有可能夺了他们的性命。那么我就成了间接的杀人凶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别说，你要进去，他们就必须付出代价。我还未将心里的话说出，他就率先截断了我要说的话，生生地将我的话堵在喉咙口。我看了他半晌，只好吞回了那句欲出口的话，颇为同情地看了那些侍卫一眼。可怜的侍卫，不是我不救你们，你们也听到了，上官玉那样说，叫我怎么开口？好吧，我不说就是。我做了让步，与他一道继续往树林走去。大约又走了几十米，只听草丛中嗖嗖地响起一阵声音，上官玉神色一震，飞快地拿起手上的剑，对准林中的某个地方，嗖的一声射了出去。一声动物的惨叫划过耳际，侍卫跑过去，高兴地叫道：“是雕，是只雕！”上官玉的唇角扬起一抹笑，映在金色的阳光中，显得纯粹而充满魅力。他朗声道：“把雕放好了，不要伤了皮毛。”侍卫高声应是，小心翼翼地将雕放进皮袋子里。我自然知道貂皮用作御寒的衣服是极其珍贵的皮毛，可是侍卫这么小心翼翼的举动倒是让我很好奇，他射了这雕准备送给谁？我们继续策马而行，上官玉因为射到了一只雕，心情格外好了起来，不复刚才的小心谨慎，甚至轻声哼起了歌。美丽的山水啊，漾起片片波澜，吸引我来到这里。美丽的山丘啊，起伏出优美的轮廓，指引我翻山越岭。美丽的姑娘啊，唱出动听的歌声，何时让我走进你的心里？我从不知道她唱歌也是这么好听，她的嗓音清澈明亮，配合着这首曲子悠扬清新的旋律，让我的心情也跟着放松起来。上官玉从一开始的轻哼到渐渐的高歌，她从马上一跃而下，朝我伸出一只手，双眸灼灼地照住我，唱道：“美丽的姑娘啊，你可愿下马与尔同走？”他当着众侍卫的面请我下马，而且不叫我的名字，当即让我脸上一红，心中砰砰直跳。我窘迫地看了他一眼，不敢去看后面侍卫的表情，赶紧就着他的手，飞快地从马上跳下来，顺便用指甲掐了一下他的掌心。他吃痛放开，我随即将手拿出来。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朝我淡淡一笑，吩咐侍卫牵好马，跟在我们后面，自己则顺势重新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拽在手心。他手中的温度贴着我的手心传来，我刚刚平复的心又重新开始跳起来。第16章遇险3上官玉，你快放开！我低声喊道，脸颊微微升起的红晕让我不敢抬头看他。他紧了紧我手中的手，轻声一笑，你不喜欢我牵着你的手吗？不喜欢。我又急又羞，根本顾不得因为他拉着自己的手，心中渗出的丝丝甜蜜，只想快点让他松手。后面那么多人看着呢，回去被他们一说，还不知皇上要误会成我们什么样呢，我可不想一次又一次的解释。可是我喜欢。他丝毫不理会我的哀求，依旧紧紧抓着我的手，心情丝毫没有受影响，嘴角的笑意也越来越盛，好像一朵欲开的花，含苞待放的让我只想毁了它。
我不再奢望他放开我的手，只希望侍卫回去什么也别说，即使要说什么，也不要添油加醋，否则把上官玉的这番话一转达，我就要被他们笑死了。我被上官玉牵着走，我发现我们越往里走，树越高，遮天蔽日的，有些不见天日，好像走进了一个密林一样。上官玉，这里怎么这么阴森哀？我有些害怕，不禁拽紧了他的手。他的唇角不禁浮起一抹得意的笑容，要是害怕就拽紧我，我会保护你的。讨厌！看着他的薄唇扬起越来越大的弧度，我赌气地甩掉他的手，谁要你保护了？走开点。谁知我的话非但没有甩开他，反而引得他的笑容越发灿烂。他一步拽紧我的手，嬉皮笑脸地凑上来，我喜欢保护你，就当我是主动的好了。哼！我将头一转，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算作答应了。他一喜，忙紧紧拽住我，再不轻易让我放开。咦，那里有只熊！上官玉忽然叫了一声。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果然看见离我们不远处有只小熊，正蹲在打滚，好像在一个人玩耍。我知道熊是轻易不会攻击人的，不过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面对没有关在笼子的大动物，还是有一些害怕。我拉了拉上官玉的衣袖问，这里的禽兽不是都捉起来了吗？怎么这里还会有一只？上官玉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不要紧张，今晚我会给你做顿红烧熊掌的，保证你喜欢。你要杀了他？嘘，别吵。他朝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压低声音跟我解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怎能错过？你别说话，别惊到他。我有点着急，虽然我有些害怕这只熊，可是上官玉要杀了他，多么残忍！这熊一没惹他，二没犯他，好端端的在那里玩，他就要杀了他，怎么说人家也是一条生命啊，也有生命自由权的。我说别杀了他吧，反正到时候有围场围起来给你们猎，何必要这只呢？别说话。他皱了皱眉头，再次示意我噤声，一边招呼手下承包抄侍卫上去。我阻止不了，又不能出声，只希望那只熊可以自己发现潜在的危险，快点逃走。侍卫们在上官玉的带领下，悄悄地朝正独自打滚的小熊围上去。小熊终于发现了危险，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上官玉他们已经将它围进了一个包围圈。小熊紧张地四处看看，发现所有的路已经被堵死，不由得惨叫一声。上官玉拿出弓箭，对准了处于困境中的小熊。第17章遇险4，上官玉。我实在不忍心看小熊就这样被射死在我的眼皮底下，忍不住又叫了他一声。上官玉手中的剑一顿，回头看了我一眼，眼中有些不悦，叫你不要说话，你在一边待着，我马上好。上官玉，顾彩月。我愣了一下，从没见过如此严肃的叫我名字的上官玉，只见他俊脸一沉，眼睛瞪着我，好像只要我再说一个字，就要把我吃下去的样子。就在我们互相对视的时候，一声悲伤的熊叫传来。啊，殿下不好了，大熊来了，大熊来了！一个侍卫忽然大叫起来，众人随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天，不光是一只大熊，居然来了2只！怎么办？肯定是小熊叫来的。侍卫有些慌乱，饶是训练有素，看见这样2只1人高的庞然大物，也有些乱了方寸。别紧张！上官玉大叫一声，话音未落，人已经冲到小熊旁边，飞快地抱起小熊，回到我们中间。只要小熊在我们手上，大熊就不敢轻举妄动。不可以，上官玉！我急忙大叫，大熊不是人，没有这些思考能力，他看见小熊在我们手上，只会更加焦躁，会不顾一切地攻击我们，夺回小熊。你赶快把小熊放回去，只要大熊确定小熊没事，就不会攻击我们。不行，来不及了，大熊已经过来了。上官玉面色阴沉地看着2只越走越近的大熊，额上也有汗水冒出。我脑中一片空白地看着慢慢走近的大熊，尽管侍卫们已经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可是我的心里仍然只有一个念头，完了，今天我们全都要死在这里了。小熊在上官玉的怀里看见大熊走近，更加不停地挣扎叫唤，
其中的一只大熊看见小熊后，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回应着，看着上官玉的眼睛冒出凶光，仿佛只要他敢对小熊有任何不利，就会立刻冲上来撕碎我们。殿下，待会我们分成2组困住大熊，你带着娘娘赶快跑。为首的一个侍卫边退边对我们说。上官玉神色一震，看了一眼怀里的小熊，又看了一眼走过来的大熊，喝道：不行，要走一起走，岂有我们先走的道理？殿下，您和太子妃身份尊贵，奴才们若是能救主子出去，是奴才们的荣幸，您不必顾虑我们。说什么胡话，若是我们出去了，你们却没命了，叫我们怎么安心？上官玉吼道：不要废话了，大家一条心，怎么也要突围出去。上官玉，我看着上官玉面对危险不愿独自逃生的气概，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这样看重属下生命的主子，怎么会是上次那个认为奴才的命是比他们低贱的人呢？莫非他上次真的是在试探我？我无力再去想他到底有没有怀疑我，因为危险已经近在眼前。若是这次可以安全逃生，他再怀疑我，我愿意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次，把他想知道的都告诉他，可是目前不行。大熊已经越走越近，在离我们还有5米的地方停下。小熊焦躁起来，不停地在上官玉怀里挣扎，试图跑过去。上官玉当然不敢放松现在唯一的筹码，大家几乎与大熊对峙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时间缓缓流过，几分钟的时间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忽然，一只大熊一跃而起，估计再也没有这个耐心对峙，只见它飞快朝离它最近的侍卫攻过来，侍卫一惊，急忙抵挡。另一只大熊见同伴攻击，也迅速加入攻击的队伍。它飞快地朝另一边扑去，只一刹那的功夫，分别包围在我们2边的侍卫呈左右分开，形成2个包围圈，从中间留出一条空路来。第17章遇险舞。殿下，快带着顾小姐走为首的侍卫朝我们大叫。不，几乎是同时，我和上官玉同时开口。我们有默契地对视了一眼，坚定地点点头，要走一起走，绝不留下一个。殿下，侍卫们都震惊了，没想到太子愿与他们共患难，眼眶有些泛红。别感动了，大家众志成城，一起逃出去。上官玉肃了肃神色，将小熊抱到我手里。不管怎么说，有小熊在手，大熊总不敢马上攻击你的。你赶快逃，去给父皇报信，我在这里和他们断后。不，上官玉，要走我们一起走，你别丢下我。我有些慌了，他要一个人留在这，我怎么放心？别啰嗦了，我护你走，我不会有事的。他将我拉到身旁，准备护我离开这个包围圈。我满眼是泪，却不敢掉下来，因为这样只会让他更担心。上官玉，我不要紧，你是太子，你先走。顾彩月，你不要任性了好不好？他大概是生气了，怒吼着我的名字，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肃穆。但是我根本不害怕，他危在旦夕，我作为太子妃，说什么也不能丢下他，只顾自己逃命。他不再说什么，拉起我就往外跑，我手里抱着小熊，跌跌撞撞跟在他后面。大熊一看到我们抱着小熊跑了，怒吼着掀翻了缠在他身边的侍卫，飞快地朝我们跑来，边跑边叫，那声音之凄厉，听得我毛骨悚然。该死的熊！主子快跑！侍卫被掀翻在地，来不及从地上爬起来，就冲着我们的背影大喊。我回头一看，果然见一只大熊朝我们跑来，另外一只大熊正与侍卫搏斗，已经有一些侍卫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昏了。看着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地为我和上官玉留下宝贵的逃跑时间，我再也忍不住，眼睛吧嗒吧嗒地直往下掉。呜！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已经近在咫尺的低吼，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只见那只大熊直朝我扑来。我吓得眼睛都直了，只知道在他临扑上我的那一刻，奋力将身边的上官玉推出去，把小熊挡在胸口。呜！一声怒吼，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抓过我怀里的小熊，将我一拖，整个人被他拎起来。啊！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让我吓得发出一声尖叫。
玉儿上官玉肝胆俱裂，朝我奔来，看着我煞白的面孔，声调都变了调。该死的熊，你快把玉儿放下来，不然我杀了你！大熊才不管上官玉在那里喊叫什么，他拽着我，发出一声比一声洪亮的吼叫。侍卫们都看见我被熊抓起来了，早已顾不得与另一只缠斗，赶忙围过来。该死的，把剑给我！上官玉已经急红了，怒吼着冲朝他奔过来的侍卫吼道：“主子，不可以，这样会伤到顾小姐的。”那怎么办？难道让玉儿一直在那只畜生手里吗？上官玉目眦欲裂，已经顾不得形象。我看着在下面失去理智的上官玉，反而镇定了下来。大熊虽然拽着我，可是没对我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如果上官玉拿箭射他，倒很有可能惹怒他，逼他做出反抗的举动。而且刚才一时着急，没有想到熊是不碰死人的，只要我们大家装死，就可以逃过这一劫。所以现在的办法是不要让上官玉动手。想到这，我赶忙叫起来：“上官玉，你别冲动，我没事。”第17章遇险又。上官玉看到我还能说话，情绪终于稍微平复了一下，可是立刻就对我叫道：“你别紧张，我马上救你。”不！我连忙喊道：“你不要轻举妄动，这熊没有伤我，你不要伤它。”听到此言，他神色一裂，似乎又开始失控，朝我吼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这畜生的安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怕他急起来不睬我，直接杀了这是熊，那我就真的不死也得死了。”我顾不得反驳他的话，赶忙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他。他听完我的话顿了顿，怀疑地看着我：“那我不射他，他会放你下来吗？”“会的。”我朝他点点头：“熊是不碰死人的，你们赶快趴下装死。”“那你呢？”“我自有办法，不管待会发生什么，你们都不要动，否则我们都有危险。”我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告诉上官玉，就怕待会发生什么，他会控制不住地跳起来，那我的心血就白费了。上官玉被我的口气吓到，呆了呆的不敢说话。我不再理他，鼓起勇气，轻轻用手拽了拽熊的爪子，然后不敢再看，飞快地闭起眼睛，将急速的心跳调得非常缓慢。熊被我拉了一下，低头看我，发现我突然死了，似乎受了非常大的受惊，啪的一声将我扔出去。我整个可怜的人啊，就这么被甩到地上，当下把我摔得浑身散架似的疼，一动都不能动。虽然身上疼得要命，可是我仍然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因为熊已经过来了，他好像并不相信我已经死了，准备再确定一下。我努力压下心中的恐惧，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听着越走越近的沉重脚步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感觉自己的脑中一片空白，生命仿佛会在刹那终结，只希望这一刻能赶快过去，不然我真的要崩溃了。大熊在我身边嗅了嗅，沾湿的鼻子让我浑身汗毛直立，胃里不断翻滚的恶心让我想吐。大熊嗅了好一会，确定我真的死了，这才摇摇晃晃地抱起小熊离开。等到两只熊的脚步声逐渐远去，上官玉第一个跳起来，飞奔到我面前，抱起已经不能动的我，着急地问道：“玉儿，你怎么样？伤着了吗？”我紧张的不行，根本说不出话来，只能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事。他稍微放心了一点，抱起我骑上马，飞奔回行宫。等到我们回到行宫，皇上正在着急，因为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却不见我们回来。眼见上官玉风驰电掣地从猎场回来，忙迎上来：“玉儿，你们……”皇上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到倚在上官玉怀里脸色煞白的我，顿时变了神色：“玉儿，你怎么了？”“父皇，我们在林子里遇到了两只熊，玉儿被袭击了。”上官玉简单的说了下原委。“什么？”皇上彻底变了脸色，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不再问什么，立刻转身去叫太医。周围众人见皇上和上官玉着急，均面露焦急，担心地看着我。我当然知道，其中有一些是真的担心我，有一些只是装出来的。不过还没等我来得及有所反应，老爹的声音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颤抖地奔向我，不敢相信地喊着我，脸上闪着担忧的目光，无比心疼地看着我。
我一时感动莫名，朝他虚弱的笑笑，动了动嘴唇，却发现仍然发不出任何声音。见状，上官玉紧了紧抱着我的手，示意我不要再说话，立刻抱着我让太医赶快朝行宫走去。第18章，面对。一阵折腾之后，太医终于给我诊断完毕。上官玉急急地抓住他问情况，也不管皇上正在身边，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太医不慌不忙地躬下身，声音沉静道：“回禀殿下，顾小姐虽没有伤及骨头，但是擦伤严重，小腿、膝盖、手臂均有不同程度的擦伤，需好好上药。若不及时上药，会发生感染，到时情况就严重了。”上官玉一听，马上急了起来：“那你赶快开药啊，给我用最好的药。”殿下。因为有皇上在场，我只得改呼上官玉为殿下，毕竟太子的名讳不会谁都可以叫的。我想让他不要这么着急，因为皇上都还什么话都没说。上官玉，